你亲手扶持一代女帝，可她上位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了你。但在行刑之际，敌国国主却拿国宝做交换，救了你性命。到了异国，女帝才发现，不但江湖第一组织天际楼属于你，而且你还有7品武者的实力。许巍心里好后悔，他知道你是5品的时候是3年前，下意识以为你不会突破5品，一想到自己放了个22岁的天才武者给大秦，心中满是不甘。当日如果没有他救下萧凡，那狗奴才不过是个小太监，何来今日风光呢？他却半点不知感恩，可恨。这时大理寺卿郭天一谏言：陛下，那萧凡去了秦国后，一直在诋毁我们大唐，甚至大言不惭说您。郭天一心里慌呀，天机的这种杀戮组织都是萧凡的人，他现在是寝食难安，必须除掉他。说这什么？说您有眼无珠，辜负了他。啪的一声，龙翼拍烂，玄威彻底疯狂！朕有眼无珠，他叛国在先，有何颜面说朕负了他？乱臣贼子！来人，传秦老前来。没错，他所传之人，这是大唐的8品武者秦元昊。众所周知，9品武者是大陆最高战力，但大秦最高只有8品武者。他派出这个杀手，足以取你性命。另一边几日后，深夜你在房中处理事务，忽见一道黑色魅影闪现在窗台前，丝毫不顾忌释放身上威压。这是8品武者的气息。底下围观群众们先是心里一惊，最后笑了。这8品武者是为萧凡而来吗？不针对他们大秦便好，甚至不少人幸灾乐祸。这萧凡不知哪里惹来的祸端，自是恶果。但有人心中惋惜，萧凡对大秦终究是不错助力，只可惜大秦唯一的8品武者不在附近，这萧凡凶多吉少。你叫萧凡是吗？你是何人？你只需知道，我奉陛下之命，将你项上人头取回大唐。一瞬间，两人直接对攻。可几招下来后，秦元昊惊讶发现，虽然他刺中了萧凡，但自己也被刺中。我真是小瞧了你。之后的战斗，由于经费有限，我们就不画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秦元昊做梦都没想到，萧凡所爆发出的实力也有8品，而且更年轻，气势更盛。直到你将长剑喝在他脖子上时，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输了。噗嗤一声，长剑入体，8品武者陨落。另一头，等大秦的8品武者赶到时，只发现你浑身是血，坐在地上休息。人呢？不是说有8品武者前来吗？很快，看到一旁一袭黑衣的冷风正在处理尸体。谁杀的？冷风头也不回，没有任何感情回道：大帅。他惊呆了，这萧凡未免太过妖孽。这个消息传出后，大唐女帝玄威彻底疯狂！明明知道秦元昊是他派过去的，他居然还敢反抗。萧凡，你的命都是朕给的，你理应俯首双手奉还。果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还是以前对你太好了。萧凡，等朕将大秦攻下，定要叫你痛哭流涕，跪在脚下。另一头，董坤的儿子董弘时被你打败后依然不服气，给你发来了一个施惠的请帖。他想的很简单，这萧凡既然主攻武力，那诗词歌赋方面定是弱点。很快你到了现场，董弘时笑了：萧凡，没想到你真敢来吗？可别待会儿连首正经的诗都做不出来。他旁边坐着的文人们也都笑了：哎，我们心里知道就行，何必说出来，让兵将万难堪呢？嘎嘎。这次诗词主题必须包含花、酒、云3个字眼，缺一不可。可比赛不过1刻钟后，你就收起了笔。文人们看你写完后面露诧异，听说这莽夫小太监出身，一个你小子能有什么文采？不会是乱写的吧？可当诗词展现在他们眼前时，所有人目瞪口呆。世事短如春梦，人情薄似秋云。不须计较苦劳心，万事原来有命。幸遇3杯酒好，况逢1朵花心。片时欢笑且相亲，明日阴晴未定。花、酒、云一个不少，且行文流畅，文词笔墨间还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逍遥天地气度。文人们颤抖：并肩王，这词叫什么？呵呵一笑：西江月。而此事传到大秦女帝龙秀秀耳朵里后，她不禁心中酸涩。世事短如春梦，人情薄似秋云。这玄威留下的阴影居然如此之大吗？什么时候他才能彻底拔去萧凡心里的这根刺？深吸口气，萧凡，这会让你知晓，往后欢笑不止片时，阴晴已确定，在朕这里永远是晴天。而这首《西江月》也很快传到了九州各国，大家都震惊了。其中燕国皇宫内，小公主温雅贤感慨：这词总感觉有些惆怅，可惜他的秦国若是在我燕国。很快脸颊微红。另一头天火国内，天火女帝火灵儿叹息不已：如此文武双全之人才，早知如此，当日就该割肠换萧凡。丞相火阳笑了：陛下，若是损失，大唐才是最大的。谁不知道萧凡为大唐鞍前马后，他到最后血不杀驴，真是无情。只怕现在毁的怕是呕血了吧？他们猜的不错，那么不用我说，经典传统艺能来一个吧。
宣威的确好气，他自幼喜欢诗词，有好几个臣子都是词的高手，所以颇得他宠幸。可萧凡明明知道自己爱好，却从来不曾说过继位人臣岂可取君主，有这方面的才华，却不惑于主子，其实为臣之道呢？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萧凡背弃他这个主人的证据。萧凡，你根本从未信过朕，你这狗奴才，愿意为大秦尽心尽力，却不愿意在大唐占着半分。那龙笑笑明明不及他1/10，伴随你展现的才华越来越多，例如还会对对子以及失传已久的九宫八卦阵，大陆诸国都纷纷抛出橄榄枝，希望你为他们效力。大周最为直接，再次派了陆昭侯厉福前来攻击应府山，他说大周愿意出连云5座重城，陛下意下如何呢？众臣们都惊呆了，这连云5城那是大周边境最富庶的城池，而且易守难攻，以半壁江山换区区一个萧凡嘛。大周不愧为部大手笔，就是厉福也是自信满满。可龙笑笑没有丝毫犹豫，你的提议的确很动人心，但是朕拒绝。不过倘若萧凡自己要去，朕也不会阻拦。厉福眼光一闪，萧凡小友，陛下由于亲你之大周，大秦能封你为并肩王，我大周也能封你为亚圣。龙笑笑惊讶了，亚圣地位可是与大周皇帝平起平坐，而且大周可是声名显赫的大国，国力比大秦强太多。厉福亲履上虚，当初大周慢了一步，幸而如今还有机会和你这是一拱手。如今萧凡以为大秦并肩王，别无转投他国意愿。不管怎么说，当初救下你的是秦国，且龙笑笑待你如何，你心知肚明。厉福长叹一声，也罢，但若小友有朝一日离开秦国，大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。让众臣没想到的是，等厉福走后，还有国家出使，大夏国太子温夏木前来提亲，说是皇妹温雅贤心系萧凡许久，更被西江月所惊艳，茶不思饭不香，群臣们面色古怪。大秦身为小国，一年到头也没几个国家来使，今天一天来了俩，还都是为了萧凡。龙笑笑直接拒绝，不成，若要联姻，我大秦亦有许多青年才俊，萧凡不合适。陛下，此事还是并肩王自己决定更好，你说呢？龙笑笑只能点头，但还是眼巴巴看着你，呵呵一笑，我并无成亲意愿，太子的皇妹值得更好的郎君。此言一出，温夏木愕然，我的皇妹可是九州闻名的美人，才学无不是顶尖，光是前来提亲的国家使臣就能把大宴的门槛都踏破了，可他还是一个看不上。这萧凡最是想都不想就拒绝嘛，只能打道回府。另一头，在大唐皇宫内，隋文好气，这次倒不是因为你，而是一件贪污案。他怒道：郭天一，足足数千万白银的大案，你们查了1个月，就只查出一个刘阳光吗？郭天一跪地，不卑不亢，陛下，刘阳光虽只是一个从物品侍郎，却人心不足，是吞象，贪下如此巨额银两，从物品，你也知道他就是一个从物品。玄威知道区区这么一个小官，绝对没能力在3年内贪下如此之多。可郭天一口咬死就他一人，手上没证据，任凭他心中怀疑也无可奈何。望向台下一众臣子，气得直接发抖，这显而易见的糊弄，分明是没将他这个帝王放在眼里。偏偏他手上还没有明确证据，他若强行定罪，恐怕会传出他是非不分、残害忠良的谣言。要是以前萧凡在的话，这些事儿根本就不会到他跟前。萧凡会将所有情况查明，然后将证据呈给他，由他定夺。很快摇头，不，这只是个意外。其实最近你拒绝了各国橄榄枝的消息，他也是知道的，非但不生气，还很满意。就算各国招揽又如何呢？萧凡始终是大唐人，如今身在大秦，只是迫不得已。在玄威心中，你当然之所以会选龙笑笑，也是无奈之举。虽然理解，但仍旧不满。当日若是你跪下来哀求，他肯定就不会将你置于死地。可偏偏你却为了可笑的自尊不愿低头，命都没了，这自尊有何用呢？一想到来人备笔，当即写下一封信寄到大秦。另一头，这信很快到了你手中，正好龙笑笑在和你下棋，看都没看一眼，就直接丢给他。女帝拆开一看，眉头皱起，这玄威欺人太甚。信中写的意思很简单，只要你愿意回到大唐，并退下认错，他就愿意饶你这次，还能官复原职。当初你3番5次救他，净身房恩情早已悉数偿还，这语气简直就是施舍。你呵呵一笑，陛下无需动怒，拿过信件10次碎片，将这个消息传回去之后，玄威就一个反应：彻底疯狂！萧凡居然没看我的信就撕了吗？来人，出兵攻打秦国！户部尚书很自信，陛下放心，区秦国我们有的是钱。兵部尚书也表示，神奇号电竞正在参悟中，虽然这是出征用不了，但碾压着大秦，出动10万兵力足矣。满朝文武接地下跪，陛下圣明。玄威笑了，舒服，看你萧凡不在又如何？满朝文武接顶臣服，才不需要这条不听话的狗。